想看看星巴克的故乡吗？那这条街一直走到路底，在右手边就是星巴克的创始店。想跟我一起开箱一个人$100的7天7夜阿拉斯加邮轮舱房吗？另外，搭乘8月份的阿拉斯加邮轮应该穿成冬天的样子吗？顺便来分享我搭乘邮轮除了个人随身用品以外，还有非带不可的2样东西。为了避免搭乘当日的班机而延误呢，所以我们在邮轮起航的前一天提早抵达西雅图，先来个市区半日游。这烟雨蒙蒙的城市呢，一年下雨的日子超过150天，又称为雨城 The Rainy City。那记得上次我来的时候呢，天空灰灰的，还飘着毛毛雨，但这次竟然可以遇到大晴天，超开心的，太幸运了。现在已经晚上7点了，你看太阳还这么大，8点45分太阳才会下山。观光客来到西雅图的必访胜地就是星巴克的创始店。队伍没有很长哎，排队排那么长。不过今天还算少的，所以我才过来排队。抬头看看店门口上方的1912，很多人都误以为这是星巴克的创始年份，错，那是它的门牌号码。连最原始的 logo 图样呢，也都是咖啡色的，这有别于我们平常随处可见的星巴克绿美人鱼招牌。至于店内的装潢呢，它保留原始第一家星巴克的风貌。没有宽广的空间，饮料只能外带，还有远道而来的观光客必买的一些创始店纪念品。我买了一个这个，我买了2个这个杯子。来到西雅图的海岸码头区，很少人会错过星巴克咖啡创始店旁边这个派克市场。那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市场呢，但有了钢琴和小提琴的现场演奏，氛围立刻升等，为这个派克市场大大的加分。另外，这市场是一条直直的通道，有时候感觉像在逛花市，有时候又像在逛菜市场。那掺杂着鱼贩的叫卖，许多的海鲜店跟美食小吃散落在各个摊位，可以尽情逛街，享受当地美食。此外，市场里必看的还有飞鱼秀。那店员独特的叫卖跟丢鱼特技呢，常常吸引不少的观光客。但我已经站在这里好一会了，没有人买鱼，店家也就干脆不表演了。刚买了一个这个 Corona， 一个6块钱，这是 Oreo cookie 口味的。走走还好。红酱跟白酱，我先吃加红酱好了。哇，好大只哦，很新鲜。我吃过最好吃的炸虾，它是在铁板上面，那种吃起来感觉特别不一样。你看到软软的。千万别小看这不起眼的西雅图港口。如果按照年货运量计算，西雅图码头是全美第4大港口，仅次于西岸的洛杉矶港、长滩港和东岸的纽约纽泽西港。除了号称为雨城之外呢，它还有另一个别名，也就是阿拉斯加的通道大门 （The Gateway to Alaska）。
那全美通往阿拉斯加的陆海空几乎都是由西雅图出发。一踏进船舱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华丽的灯光，伴随着轻松的歌声。房门一打开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订的1人$100 7天7夜阿拉斯加邮轮舱房，有一个大大的落地窗。这是2张小床合并成的一张大床。那梳妆台以外呢，还有3个衣橱。这是可以拉出来的一张沙发床。那因为这艘船呢，去年才刚翻新，所以这个浴室也是重新打造过，算是干净。这里还有一个超级迷你的小冰箱。Mama's so happy we have a stateroom that actually have a window, that we might have a balcony, and this is what we got. 1, 2, 3. Partial view of the ocean and a full light bulb. 分享一下，这是我的账单，有点失望，但一点也不意外。Price is what you pay, value is what you get. 1分钱1分货 ，you get what you pay for. 我还是很满足了。所以看着窗外这碍眼的巨兽呢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其实在这7天里呢，有一个白天会把这救生艇放下，还是有惊喜的。不然这么超值的房间，还能让我拍到这样的景，夫复何求啊！就在下午4点钟，邮轮准时离港，出发前往阿拉斯加。这里是第12层楼的成人观景区，可以很悠哉的听海吹风。那面海的躺椅很多，不必抢位置。船上的公共设施有迷你高尔夫球场、篮球场、SPA、游泳池。那游泳池旁边的汉堡跟 taco 是我每天邮轮下午的点心。我在这里特别点了一个没有面包的汉堡，少了一点罪恶感。而他们家的 taco 呢，我大推必点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小孩游乐区、buffet餐厅、宵夜披萨区，还有眼前这个大餐厅，每天供应2000多个人吃饭。已经9点了，晚上9点了，外面天还这么亮。晚餐过后呢，还有酒吧、脱口秀、歌舞剧表演、画廊、相馆，还有健身房跟免税商店。很惭愧的，船上有很多的设施我都没去。我不是在窗边发呆看海捕鲸，就是等着去 casino。又来赌博了，吃睡吃味又想要来赌博。说到赌呢，我这次真的很幸运，很幸运，在船上的每一个晚上都让我带钱回房间睡觉。那我想不到，我人生中的第一个 hand pay 竟然是在邮轮上，哈利路亚！这一次的旅行呢，全部都是邮轮公司付了，太开心了！这是人生第一次拿到 hand pay。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船上的重头戏——船长之夜。We can show each and every day of this vacation. So welcome on board the beautiful Carnival Luminosa. 台上的船长带着团队自我介绍，揭开迎宾酒会的序幕，而台下的摄影师呢，也镁光灯此起彼落，忙着为盛装打扮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捕捉在船上最美丽的一刻。
据说这邮轮上的盛装晚宴是从电影《铁达尼号》时代就开始流传到现在，演变成当今是每一家邮轮乘客最期待的船上活动。既然是一个国际社交场合，那穿着正式服装也就是基本的国际礼仪。这时候你可能会疑问，是要多正式呢？那其实只要把它当成是参加一般的婚宴就可以了。当然咯，你也可以不带西装晚宴服，那放弃这样的正式晚宴，而穿着短裤和拖鞋去吃 buffet， 但那不就失去参加邮轮的真正意义了吗？一曲扣人心弦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， 唱到多少人的心坎里。嘹亮的歌声更是让这美丽的夜晚添加了浪漫的气氛。洋中式的穿搭是阿拉斯加邮轮夏天的不二法则。那8月份的阿拉斯加该不该穿成冬天的样子呢？我的答案是最好不要。手套、围巾、毛帽、毛衣可以说是完全用不着。那影片里看我那薄薄的围巾是装饰品而已。甚至白天我参加陆地行程的时候呢，我穿了一件长袖薄上衣跟长裤。这一天我热晕了，那外套该怎么带呢？明明气象预报白天的气温会高达摄氏21度，但清晨我在顶楼甲板，冷风嗖嗖的吹，一件防水羽绒外套是需要的。而10点过后呢，我又回房换上长版的防水风衣。因为阿拉斯加的天气变幻莫测，如果不带雨具，最好是穿上有帽子的防水外套。简单来说，在船上的室内外的温差大，所以一件厚的外套可以准备在甲板上用，那另外一件薄的外套呢，可以在陆地上的行程用。此外，强烈建议都带长裤。至于需不需要带雪靴呢？那要依你的陆地行程而定。因为我8月份的行程完全不会踩在易滑的冰原上，所以球鞋就可以应付一般的陆地行程。别忘了还要一双参加晚宴用的高跟鞋或皮鞋哦。最后再来揭晓我搭乘邮轮非带不可的2样东西：喷雾加湿器跟多孔插座延长线。因为邮轮上大部分的空间都是密闭式，那空调干燥的空气呢，会让你的呼吸道跟皮肤不舒服。这是我在亚马逊买的小型加湿器，方便携带，刚好特价。在此声明，我没有业配，纯粹是个人喜好推荐。这是我们房间里唯一的一个插座，你们觉得够用吗？所以搭乘邮轮一定要带多孔插座延长线哦。哇，在船上当服务生还真不简单，又要会端盘子，也要会跳舞。影片尾声就让我用邮轮美食让大家流着口水来期待我的阿拉斯加第2集影片速速上映。Love you, every song we sing for you. When you come back, we want to serve you again.